8月23日，住建部突然宣布，要在22个城市去试点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和房屋保险制度，并且成立房屋养老金的公共账户，简称房屋三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全网瞬间炸开了锅，大家都在说，是不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房产税它终于来了？还有的网友说，本来我打算靠房子去养老的，现在这个房屋养老金制度一出来，我们反倒要去给房子养老了。看到全网这个舆情沸腾，住建部和各路媒体紧急出来发声明，说这个养老金的公共账户不需要老百姓出钱，请大家千万不要担心。一听不要钱，我就更加好奇了。那如果一项政策不要钱的话，那你悄悄去做就好了呀，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跟大家说呢？另外，如果一项政策不要钱的话，那它怎么推行呢？或者说，如果不要大家出钱，那么这个钱究竟它从哪儿来？毕竟钱这个东西它只能凭空消失，但它不能凭空产生。带着这一系列的好奇，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房屋养老金的制度，看看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推行住房养老金制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房地产专委会主任王业强他是这么说的：受过去快速城镇化的影响，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导致高层和超高层建筑成为主要居住形式。这些建筑经过一定年限后，会面临各种老化问题，比如房屋结构安全隐患、设施设备锈蚀老化、屋面渗漏、外墙脱落等。如果不及时进行维护和修缮，这些建筑可能逐渐变成危房，威胁居民安全。这个王业强主任所担心的问题，我们在过去做过2期影片，叫做高层住宅能住多久，其中就聊到过高层住宅未来所面临的命运。就拿法国来举例子，所有的高层住宅将来都会面临2个命运。第一呢，就是离核心区比较偏远的这些高层住宅，将来肯定会变成暴力街区或者贫民窟。那么在核心区的这些高层住宅，到了寿命之后，只有一个归宿，就是把它炸掉或者拆掉。那么我们所担心的高层住宅未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住建部肯定比我们更清楚，甚至细致的推演过高层住宅将来究竟会怎么样。但是无论怎么研究和担忧，土地财政搞了20-30年所建起的这些高层住宅，在未来没有任何的可能去拆迁重建进行2次开发。开发商在这件事上也不是傻子，巴掌大的地皮上住着几百户人家，试问怎么拆迁，怎么赔偿？那么有鉴于此，这些房子未来的归宿就只有缝缝补补这一条路可以走。既然是缝缝补补凑合着过，那么谁来缝补，谁来出钱，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房屋养老金制度应运而生。第二个问题，房屋养老金它到底是不是房地产税？王业强主任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房地产税是财产税，是居民持有房屋不动产需要上缴国家的税收，用来支持城市建设、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而房屋养老金则是为房屋未来维护和修缮而设立的资金归集账户，二者性质有本质的不同。那么我们不难理解，房产税跟小区内部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公共区域以及绿化等等。而房屋养老金制度主要用来确保居民的住房保持良好状态，能够抵御时间的侵蚀。既然房屋养老金不是房产税，只是为了保持居民的房屋健康，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之前在买房的时候不是已经交过了这个大修基金吗？它就是用来修缮房屋用的呀。经常买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在拿房产证的时候，通常都要交一笔维修基金，在民间简称大修基金。这个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始于04年，一般占到建筑安装工程成本的5%到8%，根据房屋面积的不同，缴费金额大概在几千到几万块钱不等。这笔钱虽然是业主交的，但它仍然属于业主，或者说属于小区。严格意义上来讲，每一个小区都应该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再不济也有一个居委会来管理和支配这笔基金。当业主的房子出现问题，或者小区的公共设施出现了损坏，就从这笔大修基金当中去支钱进行维修和修缮。我们看房屋养老金制度所能覆盖的小区内部房屋修缮的这个功能，大修基金已经完全都覆盖了。那么它的功能其实和住建部所推出的这个房屋养老金的制度是完全重合的。也就是说，就算住建部不推出房屋养老金制度，我们也早已经交过了房屋养老的这笔钱。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之所以要推出房屋养老金这个制度，要么是这笔钱不够花，要么是这笔钱它太多了。当然还有第3种可能，就是住建部觉得这笔钱放在小区、放在业委会、放在居委会，他们花不好或者不会花，索性我们出面来帮大家花这笔钱，帮大家去统筹。我们先来看钱太多的猜测，这笔钱它究竟有多少呢？根据上海市房屋科学研究院的统计，目前全国这笔维修资金规模大概超过1万亿。这笔钱从04年开始积累，到现在一共是超过1万亿，但实际上这笔钱的支取非常的少。比如北京市在2022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提取率只有不足10%，山东在19年的时候提取率只有3.3%，缴存时间长，提取率低，导致这笔资金长期闲置，趴在银行的账户上，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很多新建的小区根本就用不到这笔钱。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这笔钱有1万亿之多，专项维修基金的构成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原因是从04年开始缴纳这笔钱开始，我们的房地产发展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04年到08年、08年到15年、15年到现在。买房早的人，房屋总价比较低，大修基金的金额也比较低。
买房晚的人，大修基金的金额随着房价一起走高。所以不难想象，你把这笔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给它统筹了，给它归集了，对于那些高位买房的人，显然不是特别公平。但是没有办法，谁让这笔大钱它趴在账上没有用呢？一笔暂时还用不上的大钱，自然会被人惦记。说了钱太多花不完，我们再来说说钱不够花的情况。房屋养老究竟要花多少钱？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原始设计的寿命大概在50年左右，根据保养和修缮的情况，大概的使用寿命在50到70年，好一点能达到100年。这个高层住宅使用寿命的事情，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验证过了，大部分的房子都超不过50年，因为住着住着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居民忍受不了，就要搬出去，就要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但是也不乏一些保养非常好的房子，可以达到接近100年的程度。当然，接近100年，它的保养和维护的成本可想而知是非常非常高昂的。从全世界范围的统计来看，一栋房子的全生命周期的维护和保养成本，如果不考虑通胀的情况下，大概会占到建筑成本的50%到100%。如果再考虑到2%到3%的温和通胀，那么房屋的维护和保养成本将会再次升高。也就是说，不管是业主自己花钱去修缮和维护，还是政府花钱修缮维护，只要这笔钱出的少或者不够花，那么维护和保养的质量肯定就会下降，居民居住的体验和舒适度也会下降，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房屋的价值会一降再降。我在这里再打一个广告，关于高层住宅后期会遇上的麻烦事儿，请去看我前面的2期节目，分别叫做高层能住多久，高层是如何死亡的。好，我们接着往下聊。既然大修基金和这个房屋养老金制度冲突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推出这样的3金制度呢？我们前面说，近些年盖起来的这些高层住宅根本就用不上这笔大修基金，或者提取率非常的低。但是超过30年房龄的房子，现在普遍都到了一种需要修缮和维护的程度。可是04年之前所修的这些房屋，他们在当时根本没有缴纳这个大修基金。而04年之前的这些住宅，除了少量的商品房之外，大部分都是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房以及国企单位的福利房。04年以后的房子，人家缴纳的大修基金多，房子还很新，所以留存自然就很大。可是04年以前的老房子，不仅问题不断，房屋维修和维护还需要补窟窿，既没有缴纳房屋专项维修基金，房龄又超过了30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那怎么办呢？总不能看着这些房子渐渐的变成危房或者变成贫民窟吧？而且这些房龄超过30年的房子，大部分都建在老城区的核心区域，如果没有一笔维护和修缮资金的话，那这批房子岂不是要变成每一个城市的负面因素？不过也别担心，因为咱们的城市管理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防止贫民窟化。所以呢，房子老了旧了，你别怕，国家会来给你出主意，想办法。可是住建部要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房屋养老金的公共账户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天才的方法。关于这个房屋养老金的公共账户，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尹飞他是这么说的：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由地方政府探索资金筹集的渠道。我们看他这个表述，意思是说我们不用再额外的掏一部分钱去充盈这个公共账户，但是他后面又提到了一个地方政府要探索资金筹集的渠道。这个一探索我们就很慌了，因为现在土地财政本来就很紧张，很多地方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试问他要怎么去探索？他连养人都养不起的情况下，你再让他拿出一笔钱去建立这个公共账户，这不是要了他的老命吗？所以思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全国的大修基金，也就是那个专项维修基金，给它统筹起来，建立一个大的公共账户。这么一来，就能拿着这笔闲置的基金去给那些老旧的小区进行修缮和维护。你想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所有业主的专项维修基金，若是归集起来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所有小池塘就可以汇集成汪洋大海。一来可以避免这笔闲钱放在账户里持续的贬值，二来这笔大钱可以充分的发挥作用，把那些超过30年以上的老旧危房给它重新变成城市的名片。所以关于这个房屋养老金制度，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这个公共账户，它可能就是把我们各个小区的结余悄没声的就给它供了过去。我们买房的时候交的钱本来是留给自家房子将来修补用的，可它就这么简单的一供，不管新房子老房子，大家一起吃起了大锅饭。试问我们的房子将来怎么办？大锅饭怎么办？又押上韵了。公共账户的智慧也就在这儿。天底下最难办的事儿就是钱不够，可是钱不够这个事儿，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换句话说，就是大锅饭咱先吃起来，以后的事情咱以后再想办法。一旦这个公共账户建立起来，各个小区的维修基金趴在账上的那笔闲钱都会被汇集到这个公共的账户当中。当所有钱都放到一个公共的池子当中，那哪个小区需要就去这个池子当中申请。这样一来，就能充分落实关于钢筋混凝土的保养策略，把业主的账户搞得少少的，把公共账户搞得多多的。怎么说呢？聊到这儿你会发现，房屋养老金和公共账户简直是一个天才的主意。不过还是需要翻译过来，就是房屋养老金制度就是把业主缴纳的大修基金直接拿走，
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以上的全部解读都是个人观点或者说猜测。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住建部要包揽房屋养老这摊事情，那么房屋3金的使用频次和费用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需要提前计算清楚、规划明白？另外，就是应该公开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和房屋保险制度的试点细节，避免广大的网友继续去猜测和误读。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